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正式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成为7年来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他启程前在澳大利亚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向媒体表达了对此行的积极期待。I will go to Shanghai and then on to Beijing. This will be the first visit by 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to China since 2016. The visit in itself is a very positive thing. It's a result of the patient, calibrated and deliberate approach that we have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阿尔巴尼斯在讲话中还表示，此次澳总理时隔7年前去访问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将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开展建设性讨论和对话。在澳大利亚政坛摸爬滚打数十年，阿尔巴尼斯被同行评论为温和、务实、有可信度。作为会说中文的总理，他在知华方面比其他政客更具优势。北京时间4号晚，阿尔巴尼斯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并对在场记者表示来到这里很开心，并对此行表示十分期待。据中国外交部3号发布的消息，阿尔巴尼斯5号将在上海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随后中国领导人将同其分别举行会见会谈。据澳大利亚媒体援引澳总理办公室消息报道，5号当天在出席开幕式后，阿尔巴尼斯还参观澳大利亚企业展位，并对某大型商业代表团发表讲话。本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力拓、必和必拓、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等超过250家澳企业和机构将参展。海鲜、牛肉和葡萄酒等向来受到中国消费者欢迎的澳特色食品也将进一步扩大展览规模。路透社称，对于阿尔巴尼斯访华并出席进博会，澳商界领袖给予积极评价。澳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尔森表示，贸易作为锚点，为双方关系提供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使我们能够在应对不确定性和障碍的同时进行更多接触。阿尔巴尼斯近日在谈及此次访华时也强调，澳大利亚1/4的出口收入来自中国，超过了紧随其后的3个贸易伙伴美、日、韩的总和。分析指出，澳大利亚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此前2任政府的对华政策给其国内商业造成巨大损害。阿尔巴尼斯政府希望在安全和经济上寻求进一步的平衡，进而超越所谓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悖论。澳大利亚的贸易界、经济界的人士已经被压抑了很久，他们很早就希望恢复，甚至说是发展这个澳中贸易。现在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已经出现了一种占有一定优势的一种倾向，也就是说，发展对华关系、发展对华贸易应该成为澳大利亚今后政治的一种主流。将来澳大利亚和中国发展关系一定会给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文化带来很多利好，而不是坏事。当前在中澳双方共同努力下，曾一度陷入低谷的两国关系持续呈现积极改善势头，在多领域多层级实现交流互动。去年11月15号，在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中澳进行了新冠疫情以来首次高层会晤。今年9月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两国总理进行了会见。就在同日，中澳高级别对话第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2020年以来两国的首次高级别对话。10月22号，就在阿尔巴尼斯宣布访华的当天，中国商务部表示，近期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彼此关切的葡萄酒、丰塔等世贸争端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有观察指，自阿尔巴尼斯政府去年上任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理性的一面持续上升。在此期间，中澳双方都展现出耐心，逐步积累了一定的互信基础。阿尔巴尼斯访华正是过去两国努力成果的一个体现。所谓继往开来，也就是说呢，我们要结束过去的那一段不愉快的历史，开辟中澳关系的未来，展望未来。过去那一页我们就翻过去了，也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呢能够坚持这个务实开放的对华政策，能够像按照现在这样的正确的方向继续能够走下去，走直走实。实际上，在访华之前，阿尔巴尼斯先去了一趟美国，并与拜登进行了两人间第9次会面。期间，双方商讨了美澳同盟等安全议题、供应链合作等。
据澳总理办公室此前发布，11月4号至7号访华结束后，阿尔巴尼斯本月还将出席在库克群岛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并随后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分析认为，如此特殊的行程安排显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意图在对外政策上展示独立性。一方面，澳方依然将澳美同盟视为澳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但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拥有更大的对华政策空间。他需要向美国展示，我一方面要和美国结盟，尊重西方的价值观念；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个我和你结盟，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遵从于你、听从于你。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但是我们还要在等到他的访问结束后，才能够真正看到什么样的成果，或者说这个成果是不是能够积极的落实，这些都还是需要时间来观察。伴随中美密集高层接触，两国关系延续止跌企稳积极迹象。中美经济工作组、金融工作组相继运作，到地方交往、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慢慢恢复。中美各层面交往正越来越频繁。中美海洋事务磋商、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中美外交政策磋商等也都陆续展开。两国都在相向而行，以坚实的步伐迈向旧金山。据生态环境部3号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于11月4号至7号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会谈。有外媒称，世界上2大经济体达成任何协议，都有助于改变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发展速度。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合力应对。双方将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成功等深入交换意见，携手应对挑战，共同助力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美国国务院同日也通过一份声明，宣布了中美气候问题特使将进行会谈的消息，并说双方将讨论加强实施雄心和努力，以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近年来屡创纪录的高温、不断增加的野火和日益恶化的灾害，加剧人们对地球命运的担忧。1年1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备受瞩目。此次会议将盘点巴黎协定制定以来全球所取得的进展，并将敲定所谓损失和损害基金的细节。随着中美关系气氛回暖，中美两国在气候合作方面能否取得新进展，成为本次大会关注的焦点。其实中美两国都很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两国切身利益，也涉及到全人类的未来的我们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地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作为2个最大的国家，第一大和第2大经济体，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其实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的期待。近期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两国高层及民间互动频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上周访华，他在华期间曾表示，美中都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如果双方不在气候变化上合作，那么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纽森还强调，无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该州在气候问题上将永远是中国的合作伙伴。而此次气候变化会谈举办地就位于加州的阳光之乡庄园。10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正是在这里达成了一项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协议，为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铺平了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气候变化会谈正值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前，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否在此期间会晤，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有评论称，在中美关系气氛升温之际，气候合作是双方重要的潜在合作点，也有助于促进双方进一步加强全面交流。双方是有共同的这种意愿，是稳定住中美现在不断下滑的恶化的这种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为即将到来的 APEC 这次峰会嘛，两国元首能够会晤进行前面的预热，或者是做一定的铺垫。同时呢，也在尽可能的寻找在一些问题领域中的政策共识，
以便双方元首能够在这个会议上能够进行定调，为未来两国发展确定一个方向。近段时间，中美各层级互动频繁，各领域对话逐步恢复。除了备受瞩目的中美司级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11月3号，首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在北京举行。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美国国务院东亚局驻青帮办、中国事务协调员兰默克共同主持会议，两国涉海部门和国防部代表参加。双方围绕海上形势、海上安全、海洋经济和环境等议题，坦诚、深入、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加强对话沟通，管控海上局势，避免误解误判，探讨互利合作。中方阐述了在涉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对美国地区军事部署，针对中方频繁开展抵近侦察、怂恿支持南海当事国侵权挑衅等表达严重关切，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介入地区国家海上争议，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根据我们中国媒体的报道的话，在过去平均每年美国的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抵近侦察和间谍飞行每年有1500到2000架次，而此前不久的话，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它也指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话，中国大陆我们对美军的这种拦截行动其实是日益增加。在客观上，这形成了双方在空中和海上频繁相遇的，甚至有可能引发不测事件和意外事件的这种可能性，是在不断增加的。所以在海上进行安全磋商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也是符合维护中美关系尽可能稳定的这个大局需要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号起访问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为期3天。访菲期间，岸田除了与菲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还首次在菲国会发表演讲。此次访问，日菲确认在安保领域加强合作。日本除了要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与海岸监测雷达，双方还同意就部队互访的互惠准入协定展开磋商，并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日菲双方各自有何盘算？美日菲结成军事的小圈子，将对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看报道。菲律宾总统马科斯3号在马尼拉马拉卡南宫为首次到访的岸田文雄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并签署安全、防务、海事等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在当晚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边宣布同意就互惠准入协定展开磋商，并同意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3边合作。岸田表示，日方将助菲方增强海上执法能力，包括提供巡逻舰、防御设备和技术等。马克思则介绍，在日本政府推出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下，日方将向菲方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相信将增强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及海上安全。岸田此次对菲律宾的访问为期2天，他也成为2017年以来首次访菲的日本首相。4号，岸田在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也让他成为首位在菲国会发表演讲的日本首相。此外，岸田当天还参观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总部。在共同社看来，岸田此次选择访问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很有针对性，因为这两国将分别于2025年、2026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而在10月，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已访问越南、泰国等东盟4国，体现了对东盟的重视。共同社还提到，12月中旬，为纪念日本与东盟开启交流50周年，日本还将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在东京举行特别会议，以巩固包括安保领域在内同东盟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经济新闻3号在报道中提及，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是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当事国。岸田此访的重头戏就是同菲马扩大在南海的合作。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表示，在菲律宾之前，日本近年来一直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不同形式的军事合作。日本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恢复在整个东亚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而此次岸田就是想以菲律宾为切入口，来带动并扩大与东盟各国的安保合作。日菲关系在中非关系紧张的态势下面，那么日本通过它的雪中送炭，也就是向菲律宾提供大型巡视船，包括出口军事监视警戒雷达等等，来加强日菲军事的合作。那么这个合作对于日本今后要
扩展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综合日本放送协会、共同社等媒体的说法，岸田3号与马克思的会谈持续约1个半小时。岸田称，日本和菲律宾都是海洋国家，也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战略伙伴，期待加强合作，以维护和加强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岸田还以不点名的方式表明，日菲两国都认为尝试在东海和南海所谓单方面以力量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共同社称，在与中国的南海岛礁博弈激化的情况下，菲律宾政府意在通过获得日本制造的防空雷达，加强应对来自飞机或导弹等空中威胁的能力。实际上，早在2020年，日本三菱电机就与菲律宾政府签订了出口4套监控飞机等动向的2种不同类型雷达的合同。岸田出访前一天，日本防卫省就根据合同向菲交付4套雷达系统中的第1套。这是日本2014年放宽国防装备出口限制以来，根据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首次对外转移国产防务装备。值得注意的是，日媒1号还援引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计划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下，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如果成型，这将是今年4月该框架创设后首次试用。按照共同社的说法，日本对菲律宾首次试用 OSA 提供海岸监视雷达，不仅是战后日本以非军事目的持续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路线转变，也鲜明体现了日本对菲律宾的重视。对于日方向菲律宾交付防空雷达、海岸监视雷达，日本放送协会网站2号分析称，针对中国的海洋活动，日本政府与菲律宾都有危机感，并希望加强双边合作。还有观察指，日本本身是个军工生产大国，但由于受到战后法律与政策的制约，没有办法对外出口武器装备。而日本修改武器装备转移相关原则，就是试图通过小步快跑突破日本对外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禁区。一旦把日本国产的武器装备给某些国家和地区之后，必然会形成对日方维修保障、弹药补充等方面的依赖，相关国家就不得不去购买日本的武器装备，这就完成了变相出口。日本这次利用它新设的 OSA， 也就是说，未来日本将可以通过改变传统的也就是非军事性援助的 ODA 的那么一种政策。来达到事实上日本武器出口放宽管制，这是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呢，也是他利用这么一个平台来强化菲律宾的武装力量。那么更重要的是，给自己在菲律宾落脚建立基地。那么这样呢，就使日本在菲律宾建立了他在南海的一个补给基地、情报收集基地，同时呢，也是日本加强在南海影响力的那么一个重要的据点。此外，岸田与马克思还确认，双方将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进行谈判，以方便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顺畅往来，并进行共同训练。共同社3号称，菲律宾是继澳大利亚、英国之后第3个进入 RAA 正式缔约谈判的国家，而日菲部队的这种互访模式将参照美菲部队互访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军队并持续轮换，军人主要参与训练演习。朝日新闻则在报道中提到，如果达成协议，菲律宾将成为继澳大利亚和英国之后第3个被日本视为准盟友的国家。而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友，日本希望以这次访问将美日菲3边合作关系推到与美日韩同一水平。岸田在与马克思联合召开的记者会上就说，我们同意与美国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3边合作。马克思则称，我们知道这种安排对我们的国防和军事人员以及对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有好处。毛峰对深圳卫视表示，美日菲的军事合作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重大动向。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菲律宾通过增设基地，迅速恢复了与美国的防务关系。这种背景下，日本也在美国怂恿下趁势加入，其更大的目标是要组成一个美日菲3方的军事合作同盟。那么特别是我们注意到，8月份日本的那个出云号航母就在菲律宾马尼拉停靠，那么这也是战后以来第一次。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日美菲他们今后还要加强
军事演练、军事联合合作、军事训练。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多将进一步推动日美菲的这么一个铁三角关系的形成。一方面，菲律宾希望加强日本的军事和防务合作，提升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水平，在南海问题上更好地应对中国。那另一方面，菲律宾希望引进日本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存在，包括美国，然后在这个地方在南海问题上来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日本首相岸田访问菲律宾并承诺将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一事，您作何解读？我认为要了解日本这次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的目的，我们首先要了解当前中菲在南海，尤其是在黄岩岛与仁爱礁的斗争态势。在这波中菲南海博弈中，尤其是对仁爱礁菲方坐滩军舰的运送、加固、建材和拦阻的角力中菲律宾面临着3大弱点：一是巡逻艇没有中国的数量多，更没有中国的吨位大；二是缺少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以至于中方可以准确地了解菲方动向，而菲方则对中方的动向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三是菲律宾担心一旦事情闹大，尤其是演变为了大规模的冲突，自己的军事实力不够，会吃亏。而这次岸田访菲期间，日本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与支持主要包括了3个方面：一是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一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以提升菲律宾军队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这也是日本2014年放宽国防装备出口限制以来首次对外转移国产国防装备。二是准备向菲律宾免费提供一批小型警备艇，并且未来还有可能追加提供大型的巡逻船。三是本月中旬，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参加代号为海上战士的美菲联合军演，而且演练的内容就是夺岛水陆2栖作战。明白了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这次向菲律宾提供的军事援助与支持，就是有针对性的对菲律宾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了紧急补充。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得到了日本撑腰的菲律宾方面将会变得更加大胆、更加激进。接下来中菲之间的南海岛礁博弈将会进一步激化。在访菲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还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同意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开始谈判。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其实所谓的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接下来菲律宾军队可以驻扎在日本，日本自卫队也可以驻扎在菲律宾。这是只有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才会签署的协定。近年来，日本先后跟美国的2个盟友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过互惠准入协定。假如日菲之间也签署了，菲律宾就是第3个。而对于菲律宾来说，过去70、80年来只跟美国签订了驻军协定，而日本则有可能是第2个。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来，日本和美国一直想将东南亚国家拉进他们构筑的对华军事包围圈，尤其是纳入印太战略当中。但是由于跟中国有着密切经贸往来的东南亚国家心存顾忌，所以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假如日菲之间真的签订了互惠准入协定，这将会是日本第一次将自己的军事主角延伸到东南亚，也是菲律宾在将美国的军力引进东南亚之后，又将日本自卫队给引进来了。同时，这也意味着美日在拉拢东南亚、构建对华军事包围圈，尤其是在推进印太战略方面，终于从菲律宾身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可以预料，在日菲签订互惠准入协定之后，接下来美日2国还会将手伸向包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在内的跟中国同样存在岛礁争端的国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隐患始终是中菲关系，中菲关系的隐患始终是双边的岛礁争议，尤其是近来进一步走向激化的仁爱礁局势。或者换句话来说，久拖不决的仁爱礁菲律宾坐滩军舰，不仅成为了中菲关系的一个发炎的伤口，而且成为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破口，成为了域外大国分化瓦解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一个抓手。那在您看来，美日力挺菲律宾激化南海局势，其背后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跟印太地区的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
以及远在大西洋的英国都是军事同盟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第9条的限制，日本却跟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英国并不是军事同盟关系。这样一种状况不仅影响了美日韩与美日澳军事同盟的构建，同时也影响了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构建军事小北约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鼓励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签订互惠准入协定，以及跟韩国签订军事情报交换协定，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目的，其实就是在为未来构建美日韩、美日澳三角军事同盟关系，以及构建印太小北约在做准备。同样的道理，美国鼓励日本跟菲律宾签订互惠准入协定，显然就是在为将来构建美日菲军事同盟在做准备。而在我看来，将来美日菲构建军事同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菲律宾跟中国争夺南海岛礁主权，南海问题只不过是美日拉拢菲律宾的一个幌子。美日最终的目的是要将菲律宾绑上未来台海的战车，尤其是要利用菲律宾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为未来一旦台海有事，封锁巴士海峡做准备，以阻止解放军从南海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这个计划落实之后，美国就可以利用美日、美韩、美澳三边军事同盟，以及已经构建的美英澳，还有准备构建的美日韩、美日澳、美日菲三角军事同盟，另外还有美日英澳四边军事同盟，对台海形成包夹态势。当地时间11月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了20天内的第2次中东之行。布林肯敦促以色列暂时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攻势，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当面拒绝。外界还注意到，巴以冲突以来，美国虽然一直力挺以色列，但其态度正悄然发生变化。美国国防部称，将不再允许高级军事领导人前往以色列。3号，布林肯抵达特拉维夫后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首先向布林肯展示了哈马斯实施屠杀的视频片段，随后布林肯与整个以色列战时内阁讨论了如何、何时、何地实施暂时停火，以及必须达成哪些谅解。布林肯承诺将继续援助以色列，同时敦促以方暂时人道停火，以允许援助进入加沙地带。We provided Israel advice that only the best of friends can offer on how to minimize civilian deaths while still achieving its objectives of finding and finishing Hamas terrorists and their infrastructure of violence. 不过，内塔尼亚胡当面拒绝了美方的提议。他表示，以方不会停止战斗，直至取得胜利，并实现既定目标，即彻底消灭哈马斯，让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恢复以色列公民的安全。אני הבהרתי ש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בכל הכוח. ושישראל מסרבת להפסקת אש זמנית שאיננה כוללת שחרור חטופינו. ישראל לא מאפשרת הכנסת דלק לרצועת עזה ומתנגדת להעברת כספים לרצועה.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就在布林肯访以当天，以色列军方表示，国防军在加沙城附近继续推进地面攻势。他认为如果现在停火，就是对哈马斯非常有利，相当于说哈马斯给以色列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但是最终呢，可能还没有伤到他的一个根本。那以色列呢，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另外呢，其实他也觉得，就是如果停火了的话，可能就再也打不起来了。所以总的来看呢，就是以色列这一次对哈马斯肯定是要下狠手、下死手。据悉，目前有约240多名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被哈马斯扣押。3号，美洲峰会在美国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与各国领导人拍摄全家福时，被现场记者问及如何解救人质。路透社的分析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虽然一直保持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但其言论正逐渐转向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以协助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而布林肯的讲话也表明，美国与以色列的讨论仍有许多症结尚未化解。据美国国会山报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当天发布一份备忘录称，将不再允许其高级军事领导人前往以色列，也不再鼓励美国国会议员在巴以冲突期间对以色列进行访问。这份备忘录定于11月7号起生效，但防长奥斯汀补充称，备忘录规定的限制不适用于总统、内阁成员、美军参联会主席与副主席以及各军种部长或参谋长。
有分析指出，美国防长与国务卿上月中旬访问以色列，是在冲突刚刚发生不久，主要为了展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这次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是为了避免冲突外溢继续影响美国的利益，因为事情扩大已经超出了美国的预期，而且影响到了美国的整体计划和中东战略。那美国现在它也要平衡两方面，一方面要支持以色列，另外呢也不能太得罪阿拉伯国家，毕竟呢它在阿拉伯世界其实有很多的军事存在，这个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控制权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目前频频的遭到一些民兵组织的袭击，比如说在叙利亚的基地，在伊拉克的基地。那如果他要更深入的卷入到巴以冲突的话，那可能美军的基地呢会更加的危险。短暂访问以色列后，布林肯前往约旦。根据约旦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将于当地时间4号，连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的外长与布林肯及巴勒斯坦方面的代表开会，表达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包括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寻求阻止冲突进一步恶化，威胁中东安全。本周，约旦已召回驻以色列大使，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猛烈袭击，造成了无辜平民的死亡，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就在布林肯在访中东期间，获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首次就此轮巴以冲突发声，指美国应该对巴以冲突负有完全责任。他还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攻击加沙，冲突势将扩大成地区战争，不排除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在纳斯鲁拉发言后，以军随即在接壤黎巴嫩边境加强戒备。وخادمكم وتحت وصايتكم أنتم الأمريكيون تستطيعون أن توقفوا العدوان على غزة لأنه عدوانكم。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声援哈马斯，其军事组织与以军在黎以边境持续交火。法新社称，有舆论担忧，如果双方交火升级，中东地区动荡局势或加剧。外界注意到，随着巴以冲突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正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很多国家开始谴责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无差别的打击。除了约旦、巴林等中东多国，包括智利、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等不少拉美国家也都召回驻以大使。玻利维亚甚至宣布与以色列断交。3号，智利总统博里奇访美期间与拜登见面后，公开谴责以色列。El derecho a defenderse de un Estado tiene límites, y esos límites son respetar la vida de civiles inocentes, principalmente niños y niñas,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外界还注意到，日本新外相上川洋子也于2号至5号访问以色列和约旦，这也是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日本内阁成员首次访问以色列。早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日本强烈谴责这些严重伤害无辜平民的袭击。据日媒报道，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将于本月7号至8号在东京召开。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在此之前派官员前往该地区。我们看的在美国的这些盟友当中呢，其实日本算是来的比较晚的了。七国集团里边，目前呢领导人没去的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日本。但是加拿大呢，它其实是有军事力量的派出，就是和美军一起在中东，所以就是完全没有显示存在感的，可能就剩下日本了。那我们知道今年呢，日本是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那在这样一个大的问题上，他如果不表明立场，不支持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话呢，他可能觉得，和他目前的身份呢有点不太匹配，所以他一定要到以色列，其实也是刷一种存在感。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本轮巴以冲突升级接近1个月了，死人数超过10000人。在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之后，为什么冲突烈度依然没有降低的趋势？是的。巴以冲突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节点，所有当事方，包括国际社会，都处在一个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联合国虽然已经通过了联大决议，但如何真正实施对中东停火止战的承诺呢？如何协调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立场，真正采取行动呢？这是第一个举步维艰的困境。第二呢，就是巴勒斯坦这一边了。无论是哈马斯还是其他如巴解组织等等，包括阿拉伯各国，都面对着一个
应该如何将目前的战局引向和平的难题。在现在的状态下呀，无论是哈马斯还是整个巴勒斯坦或阿拉伯世界，是应该更强硬的以暴易暴来对应呢，还是应该更加坚持停火止战，回到和平解决的道路呢？第三是以色列，也有着更强的进退两难的压力。虽然现在以色列的主导力量是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强硬派的疯狂报复，但是他即使真的要继续打，也面对很多的困难，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打地道战，要调进敌对力量汪洋大海的困境，而且还有几百名以色列和外国人质现在生死未卜。这个难题啊，都会对强硬派以及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产生直接的威胁。现在以色列做的早已经超出了所谓法律上，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的正当防卫，完全是一种过当的，是以防卫为名的极端过分的报复。总之，现在的中东局势似乎是中东无义战，战争无赢家，各方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时候啊，只有和平、停火才是一条正路。无论在长久的目标上我们还有什么分歧，但至少应该先停火，实施人道主义停火，这是迫在眉睫、有利各方的一个现实选择，其他都可以从长计议。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虽仍然支持以色列，但是也表达了对加沙儿童遇害等的同情，而且表达了支持两国方案的态度。那么您觉得美国是否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呢？确实啊，布林肯连续的访问以色列，这次呢又要到中东各国进行游说，争取能够使局势得到控制。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很难改变，但是他的态度呢，正明显的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布林肯不仅表达了对加沙儿童受害的同情等等，而且还在支持两国方案和巴以冲突最终要走向和平政治解决方向的问题上，几乎和中国立场基本相同。这表明啊，第一，美国在中东长期坚持的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正在陷入困境，需要重做选择。这不仅是由于这些政策在中东地区行不通，在国际上也行不通，而且就是在美国国内，在民主党内也面对着很大的反对声浪，已经使民主党内对拜登的支持率啊降低了11个百分点，首次出现民主党内同情巴勒斯坦的达到了49%，超过了支持以色列的48%。这对于拜登的大选以及中东政策的选择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呢，就逼得美国不能不在中东问题上另辟蹊径。从11月初开始，拜登就已经明确表示，巴以应该实现人道主义停火。这一方面呢是伤亡大增、战争升级的风险在压迫着美国，而且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尤其是全球的人权组织、国际社会以及美国的盟友们，包括美国国内以及民主党内自由派等等，也在对他施加压力，要重新选择政策。而恰好中美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有接近的立场。其实呢，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这次冲突升级之前呢，中美就正在中东推动不同版本的中东和解潮。虽然是各有目标，但确实啊有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感觉和现实效果。我们寄希望于即将开启的中美元首会，这次啊一定会在讨论双边关系的同时，也通过讨论巴以冲突问题，寻找中美在解决这一类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公约数和共同点，采取协调行动。这也是构建中美相处之道的良性探索呀。不仅符合中东各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也非常符合中美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相应的责任义务的要求。巴以冲突对世界是一个坏事，但是通过中美协调，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外溢效应也逐渐显现，而且已经对美国拜登政府造成影响。
当地时间2号，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向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摊牌，通过了由共和党提出的单独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法案。但拜登力主的对乌援助与对以援助进行捆绑的拨款方案，却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新焦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态度也加剧了美国内少数族裔的愤怒。有穆斯林组织就警告称，若拜登再不促成巴以停火，将不在来年的大选中投票给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共和党推出的单独援以法案以226票赞成、196票反对的结果，2号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是美国新任众议长麦克·约翰逊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行动。路透社称，该法案将为以色列军队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包括40亿美元用于采购铁穹和大卫弹弓防御系统，以应对短程火箭弹威胁，以及从美国库存中向以色列转移一些武器设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凯·格兰杰在该法案的辩论环节中说：“这是整个过程的第一步，我敦促我的同事们和我一起支持这项法案，这样我们就能尽快向以色列提供资金。”此前，拜登要求国会拨款约1060亿美元，其中614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143亿美元用于援助以色列。拜登认为，这614亿美元适用于美国补充因之前的援助而耗尽的武器库存。而对于拜登和民主党试图将援乌和援以两项援助捆绑，主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一直持反对意见，而民主党众议员罗莎·德劳罗则批评共和党抛弃了乌克兰。美国《纽约时报》称，美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约翰逊推动的这项单独向以色列援助的法案，将引发众议院和参议院围绕如何为处于冲突中的美国盟友提供资金的对抗。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外交政策路线和指导方针的差异。因为民主党呢是走国际主义路线的，民主党是认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体系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极，是它的支柱。因此呢，美国的国际主义派呢，他们是坚定的希望能够援助乌克兰的。但是共和党内的这些极右翼呢，他们主张的是美国利益优先。这是为什么共和党想这个推动这个对以色列军援可以很快的通过，但是拜登在想推动对乌克兰的军援就会被共和党给卡下。